大家好，我是蓝手人设计师 Jimmy。今天这支影片，我想聊的是一支很多人看了会觉得好像有点无聊，但是越看越不对劲，甚至可以说是它有一点点争议性的手表。那就是2025年全新刚发售的这个 Tudor Ranger 36 Dune 的白沙色面盘。老实讲，我第一次看到这只表的官方图放出来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冒出来的一句话就是：怎么又出了一只安全牌的工具表？你会不会玩得太保守一点点？你这不就是把 Black Bay 54的尺寸逻辑搬到 Ranger 上来用吗？其实 Ranger 本来就已经卖得不好了，那你们现在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其实也看不太懂。你们会觉得说，Jimmy 你这样讲太毒舌了，人家只是出个新配色，把尺寸缩小，向市场需求低头，安全牌有什么不好？我觉得当然不好，对 Tudor 这类等级的品牌来讲，安全就等于放弃思考。但问题是这只表的出现，刚好戳破了过去10年整个运动表尺寸在美学上假惺惺的那一层窗户纸，越安全反而越危险，越值得我们去深挖。结果一挖，我发现 36mm Dune 呢，其实踩到3个非常敏感的点，而且每一个点都充满了冲突跟反转。第一个，尺寸的争议，它终于缩回到了 36mm， 那直接撞到了大家心里面那一只像神一样存在的劳力士 Explorer 1016的黄金比例，让人不得不问，这到底是致敬还是在抄作业？再来就是历史冲突，它牵扯到 Tudor 自己那条乱到爆，连官方都不太承认的很模糊的 Ranger 历史。Ranger 的血统到底纯不纯粹？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支究竟真的 Ranger 还是一个假的复刻？再来是市场导向，它又刚好踩在现在小尺寸的工具表重新翻红的这种浪涛上，但它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黑面，而是带有颗粒感的白沙色。它试图在用极简跟复古中间走出一个拥抱模糊的一个新路径。如果你滑过一张 Instagram 的照片，可能就会停在新颜色36mm 不错啊。但如果你们会在意的是那种比例的真实性、历史脉络的连贯性、设计的独特性的人，那你们可能就会跟我一样，在这只表身上看到一种不安分的灵魂。在我们进入这一场美学的这个悬疑故事之前呢，如果你们也喜欢这种从建筑啊、设计角度又带一点点这个调侃、毒舌whatever you say 满心好奇的这个钟表评论，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因为这支影片的内容可能会让你对于工具表这3个字有完全不同的理解。我相信看过我影片的朋友都知道，吉米是一个非常喜欢工具表的人。我不但喜欢时间的容器，我更喜欢时间的容器具备意义，就是那些功能是能被我所使用的。OK， 那聊到2025年最新出的这个 Ranger 呢，我们就不能不提到那个像黑洞一样的历史。很多人以为 Ranger 是为了1952年不列颠的这个北格陵兰远征队而生，而这就是行销最厉害的地方，它给你一个英雄性质的故事，让你在戴上手表的时候感觉自己也在冰川上面行走。但其实真相呢？真相是当年远征队队员戴的其实是 Oyster 的 Prince 王子系列，面盘上甚至没有 Ranger 这几个字。对啊，所以Jimmy， 难道你的意思是说 Tudor 在骗我们吗？我认为啦，这就是最精彩的反转。他们不是在编故事，他们是在重塑集体记忆。很想再给大家精神洗脑。Ranger 这个名字到1960年才正式出现在面盘上面，这就像是一栋旧房子，一栋房子啊，你先盖好了结构，然后过了好几年，你才给它命了一个名字，就有一个时间差，造成这个血统的混乱，那种感觉。那我觉得这个当然就是真的 Ranger 它也算是迷人的地方，就是它是一个会自己进化的一个幽灵吗？对，就是这个设计一直都存在，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集团就一直没有给他一个证明，反而是过了很多年之后才突然命名它叫 Ranger。所以当我们把目光拉回到这一次出的这个 36mm 身上，你会发现 Tudor 正在玩一场心理的游戏。
在1960年代36是标准的尺寸，那个时候是大家男性的尺寸都是用36的。2010年呢，大家开始追求41、42越来越大的肌肉感的手表，到了2025年呢，又回归到了36到39。这不是一个轮回而已，而是对一个适度美学的一个觉醒。所谓适度美学就是适度美学，就是大家听这个字面就知道，就是刚刚好的美学。但为什么是现在推出？因为现代人已经受够了那种张牙舞爪的设计。在建筑学里面，我们会称它叫做减法原则，就是当你把一切不必要的装饰啊、多余的文字啊、多余的线板啊，通通拿掉，剩下就是最纯粹的比例。而耐不耐看、好不好看，这也是其中一个关键。所以有的时候过度复杂的色彩跟造型，有可能会蒙蔽我们对于整个基本设计的比例的拿捏是否得宜，反而减法原则在这个时候就会非常重要。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留下了最纯粹的比例，这一支36的 Dune 啊，就像是在沙漠之中的这个清水模建筑，它不喧宾夺主，但它就在那边，你也没办法忽略它的存在。这只表的脉络其实是 Tudor 对于 Explorer 的阴影，也算是对他发起的一次突破。长期以来 Ranger 被视为1016的廉价替代品，但这一次36的出现，配上那个暧昧不明的沙色，仿佛就在说，我不再需要去模仿黑面的1060、1016，我有我自己的沙漠，我有我自己的路。那现在我们把镜头稍微就是拉近一点，看看这个我觉得很纠结的白色沙盘式，白色面盘的沙色表盘，怎么越念越嘻哈呢？真是难念。在建筑设计的这个历史中，颜色从来就不只是颜色，它是材质，是光影的载体。传统的 Ranger 是黑面，那是为了在极地环境之下提供最高的对比度。你们知道在爬冰川啊、登那些高峰的时候，你的眼睛会因为下雪的那些反光得雪盲症，所以为什么他们的这个面盘要能够吸光源，同时又要能够很深，就是为了让你看得很清楚。你们有人可能会说，这不就现在流行的文青配色吗？软绵绵的，看起来像奶茶色一样的哪里像工具表？其实你错了，就是因为这种颜色它才是最高级的伪装。这种配色在建筑上叫做暖调中性色，它能够消除掉边界感。当你戴着墨镜黑面的表，别人的目光会被那个黑洞吸走，但当你戴着沙色，这只表会变成你皮肤上面的一个延伸，手腕上的延伸，在视觉上它是消失的。这也就是我觉得它在设计上面这个配色还蛮不错的地方，就是我并没有要做一个你一眼就会看到我的手表，我只需要你在跟我对视到的时候被那个协调感彻底击倒。还有那个非常象征标志性意义的36、92的阿拉伯数字，很多人抱怨 Ranger 的数字看起来很像手绘的，没有劳力士那种金属包边的精确感。可是我必须告诉你，真正 Ranger 的灵魂就是那个涂层的立体感，它让面盘有那种很原始粗糙的手工美感。它不是在办公室里喝咖啡的表，也不是那种穿西装坐司机的车的表，它是那种你摔了一跤沾满泥土之后随手掸一掸，依然还可以清晰可见的工具。在比例上面，它可爱的造型，并且这次也搭载了 T-Fit 的微调表扣，我觉得这是一个恐怖的平衡。T-Fit 在这个的长度在36mm 的表链上会显得特别有存在感，会感觉比例比较大。从结构上来看呢，这只表的重量感是往表扣的方向偏移的，但是我觉得这反而解决了小表径容易在手腕上配重不平均的问题。我觉得令人很着迷的一个反转，就是他用了这一次这个沙漠色非常温柔的颜色，去包裹一个很强悍的工具表的造型。这一种冲突感就很像是在沙漠中看到一座玻璃钢铁构成的温室，它踩在喜好模糊的边界，讨厌的人觉得它不伦不类，而喜欢它的人觉得是帝舵近年来真的很有个人主义的作品。讲完这个外壳的这个设计，我们得把这个建筑打开来看看它内部的结构，它的根基到底是什么。理论上来说，它搭载的是这个MT5400的自动上链机芯。
那吉米，既然是自产机芯，又有 COSC 认证，那有什么好怀疑的？这不就是品质保证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吗？那我觉得这样的想法就太简单了。我觉得在机芯的世界里，基准只是一个你拥有人权最基本的一条底线。我们要看的是在空间的妥协。我们知道 MT5400最初是 Black Bay 1958这个尺寸设计的，那现在要塞进更小的36mm 的这 Ranger 壳里面，这对于设计师来说就是一个空间利用的挑战。你要想象一下，像建筑师要在一个小坪数的屋子里面强行塞入一套顶级的智慧家居系统或者是大音响。MT5400的强大之处在于它的这个全桥式的这个百轮夹板，这在结构力学上提供了很高的稳定性。它不像某一些很精致的这个高级机型，轻轻一触碰就会产生娇喘。不对，开玩笑，就是没那么脆弱了，不是娇喘。它虽然它是为了就是承受冲击而生的，70小时动力储存，也意味着你周五脱下它，周一早上它依然在默默为你服务。OK， 但这边有一个设计上的一个隐性冲突，就是 MT5400 的尺寸其实比这只表的面盘开口还要大，这意味着 Tudor 必须在表壳内部的固定圈上去做文章。如果你从建筑剖面图来看，这只表的内部其实是紧绷到的一个没什么空间的状态。当然，这种紧绷感也体现了工具表的这个本质，它没有一丝一毫浪费的空间。我很欣赏的点就是它没有日期窗。这在美学上不只视觉的是对称的，更是一种对于单一功能的一个偏执。我觉得在建筑之中呢，最难做的就是纯粹的几何性。多了日期窗，多了 GMT 指针，你反而那一种沙色面盘的那种设计的连贯感就会被切断。那 Tudor 在这里做了这么大的一个决定，就是让时间回归到最纯粹的10分秒。这才是真正的工具，除了现在，你别无所知。那当然了，现在我们来聊一个比较俗气一点的问题 ，money。OK， 这一支 Ranger 的定价策略在 Tudor 的产品中呢，是一个奇妙的存在，其实一直都是，因为它比 Black Bay 系列更便宜，但它的纯粹度却更高。你们会觉得可能会说，Jimmy 那这样不好吗？这叫 CP 值高啊，可以让更多人入坑啊。这也是它争议所在的地方。当你的定价比主力产品低的时候，你是建立在入门门槛，还是在自我矮化？你是在走哪一条路？那这一支 36mm 的定价刚好踩在一个让二手市场感到焦虑的区间，它直接威胁到了旧款 39mm 的行情，更让那些想要买 Explorer 1016可是预算不足，没有办法花那么昂贵的钱去追那种古董表的人看到了邪恶的曙光。我们在钟表的行销学里面，这个叫做侧翼包抄啦，就是 Tudor 利用 Ranger 去守住$3000以内的产品航线，而把更高的溢价空间留给了自家的 Black Bay， 一踩一捧，两边都得利。那这一支 Dune 的颜色的出现呢，打破了这个平衡，因为它的配色我觉得是蛮高级的，颗粒感喷涂的那种白沙色，让它看起来比那些潜水表更具备设计感。这也就是我说的行销资产的这种争议性。Tudor 故意让 Ranger 的价格保持竞争力，但是却给了它大家最想要的比例 36mm，36mm，这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核心的表友会开始讨论，如果我花一半的钱就能够买到1016的精髓，那溢价买劳力士的意义在哪里？这种品牌内部的互搏，正是这个手表推出之后讨论度的来源。所以这只表究竟是写给谁的情书？我觉得如果你是设计师，你是建筑师，你是跟我一样对比例有着近乎病态的坚持，那 36mm 的 Ranger 呢就会让你着迷。它不是为了让你去攀爬圣母峰，它为了让你穿一件极简的深蓝色羊毛衫，在城市林立的钢铁森林中拥有一种我懂，但是我不需要你懂的那种冷静。可能看到这边你们会觉得普通人戴这支是不是太闷了？因为它没有什么旋转圈，也没有什么闪亮的抛光，一切都是那么的朴素。我觉得你们说这表是给普通人吗？这世界上没有普通人，只有还没有觉醒美感的人。
这只表适合那一些讨厌被标签化的人，它没有 Black Bay 那一种强烈的潜水表的标签，也没有 Chronograph 的那一种赛车手的速度感，它就是一个时间的载体。你是什么样的人，这只表就会反映出什么样的光芒。在荒漠之中，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但这只 Dune 的颜色会让你觉得你自己是很优雅，很孤独中带有一点优雅的那种感觉吧，我觉得是这样子。这只表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亚洲男生有一些手腕比较细的，但是你却喜欢粗犷工具感的灵魂的人。很多运动表在小手腕这手上看起来就很像戴了一副很大的手铐，但是36mm 的这个 Ranger 呢，这是更像是第二层的皮肤，它有一种反向张扬的魅力。所有人都戴着大表镜、陶瓷圈，然后高抛光的这种陶瓷圈，其实这种过度珠宝感的东西，当你看到这一次 Ranger 那一抹淡淡的白沙色，反而会成为餐桌上最引人好奇的一个话题。它也是适合那些历史拾荒者，如果你着迷对于1950年代那种探索未知的浪漫，又受够了老表维修的痛苦，或者不想承担那样子的风险，我觉得这一支 Ranger 终于提供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避风港。它是一个通往过去的门票，但它装着现在的引擎。说到底，我们为什么讨论一只手表要到这种地步？它机芯比较准吗？还是因为它颜色比较特别？都不是，是因为我们在这一些金属的颜色的组合当中，我们找到了自己对于时间的恐惧跟期待。这一支 Tudor Ranger 36 Dune 呢，它不只是一个计时工具，它是一场关于模糊性的实验。它模糊的致敬了抄袭的界限，模糊了工具跟饰品的定义，也模糊了我们对于经典尺寸的认知。它就像是一个悬疑的结尾，它没有一个给你一个真正明确的答案，但却让你在走出这个戏院之后，开始思考主角最后的那个眼神是什么意思。整篇的这个文章我写了超过5000个字的解析，我并不是要告诉你们这只表有多完美，老实说它依然有很多让人想要去吐槽的地方，比如过于平整的蓝宝石镜面，或者是那个有点过于低调的 logo。 我觉得但是这就是玩表的乐趣，就是我们追求从来就不是一只完美的手表，而是那一份触动，就是你真正跟那个表产生连结的那一种感受，那才是真正玩表玩这个时间的承载器的乐趣的地方，不是吗？如果你们去想，真的满街通通都是沛纳海，满街通通都是劳力士的黑水鬼，那个世界就像是只有黑跟白一样，多么的索然无味，对吧？所以不论手表的贵跟便宜呢，他们都留不住时间。每一个当下，你我都在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那吉米希望大家玩表玩得开心，玩得健康，戴上手表，我们不是为了炫耀财富，而是为了让我们更珍惜身边的人事物，提醒着我们对于时间永远保持着正面并且庆祝的态度，去活好每一分每一秒。如果你们对这一支沙漠之光有什么不同的看法，或者你们觉得39才是 Ranger 的真理，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大声跟我辩论。我很喜欢大家讨论，大家有争议，因为争议是美学进步的唯一动力。但是不要留那种来找麻烦的言论。对，有几个我在看，我在讲你们 ，Yeah， 就是你们。不过你们都听到这边了，那我就原谅你们吧。OK， 我是烂手人设计师 Jimmy，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Peace。